明明是美国忠心耿耿的狗腿子的日本人，为何迟迟没有被五眼联盟吸纳，使之变为六眼联盟？只要搬把椅子过来，坐到他们身边，我们就会被认可。这是日本防卫大臣在提及五眼联盟的公开表示。然而，跪舔美国这么多年后，日本人仍然被阻隔在五眼联盟之外。五眼联盟，一个曾经在全世界流传却始终没有露出真面目的间谍系统，其绝密程度甚至就连其成员国的国家高层领导都不确定该组织的真实性。直到2010年6月，这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间谍组织才彻底显现在世人眼中。五眼联盟的历史可追溯到2战期间，战争初期，盟国之间几乎不存在通信情报合作。后来，因为两国意识到，相较于单独分散进行情报收集和监视，相互分享情况，携手对敌人展开监视，能提高不少工作效率。2战结束后，虽然没有了法西斯的威胁，但西方世界却迎来苏联这个更大的敌人，对情报收集和监视工作的要求变得更高。于是，在1946年3月5号这天，美英两国秘密签署了一项情报合作协议，两国同意交换彼此的通讯文件、密码分析等信息。此后，美英两国每年都要进行情报互通会议，互相分享情报的内容和利用。这就是五眼联盟的最初雏形。随着冷战范围的持续扩大，1948年，英美两国将加拿大拉入秘密阵营；195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先后加入。至此，最初的两眼联盟正式变成现在的五眼联盟。苏联解体后，五眼联盟和北约一样，并未解散，反而进一步沦为西方世界掌控全球局势、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工具。甚至于，五眼联盟还试图吸纳新的血液，丹麦、法国、挪威、荷兰首先成为五眼联盟的编外成员，与五国有着密切的往来合作。再加上后来的比利时、德国等欧洲国家，五眼联盟的合作对象扩展到近10个国家。除了集体合作之外，美国还与其盟国进行了多边、双边情报合作，尤其是日韩、德法等国长期与美国保持着情报共享。然而近年来，日本开始不满足于边外合作的现状，想要谋求加入五眼联盟，变五眼为六眼。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份子，又是美国人最忠诚的狗腿子，加入五眼联盟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站在英美各国角度来看，他们对日本情报共享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崛起，让五眼联盟对日本的诉求进一步增加。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五眼联盟重点监视的国家。在网络上曝光的美国监视名单中，中国被列为最高监视目标，超过俄罗斯、伊朗等国。随着这些年中国崛起速度的不断加快，美国人的焦虑情绪和不安全感直线上升。打响对华贸易战、向台湾输出军火、炒作中国威胁论等以上种种，都是美国忌惮中国实力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监视也愈发紧密，甚至在美国人的推动下，五眼联盟俨然变成了一个对抗中国的间谍工具。而临近中国、与中国有着2战仇怨的日本，自然成为第一选择。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熟悉程度，日本都是那个最适合用来对付中国的工具。与此同时，日本人对于加入五眼联盟同样表现出了热切的愿望。成为五眼联盟的新成员，能够通过情报交换，使日本获得更多的国际情报与信息。因为五眼联盟有着长达70多年历史，不管是数据库还是情报收集手段，都远非2战后被严重限制的日本所能媲美。情报体系建设一直是日本人的心头痛和最大短板，受到国内政治以及和平主义规范影响，日本情报体系的搭建始终不理想。安倍执政期间，曾将政府政策重点集中在国家信息安全保障领域，与一众西方国家签署了军事情报共享协议。但对于野心勃勃、想要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显然还不够。只有真正成为五眼联盟的一员，才能获取到更加快捷准确的信息，从而帮助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做出更利于自身的判断。同时还能提升日本在西方世界的地位，推动其与欧美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此，日本人也很乐意充当西方世界的眼睛，限制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如何防止中国崛起，一直是日本对华战略的主流任务。五眼联盟和日本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双方存在共同的战略价值取向。所以近年来，日本希望被纳入五眼联盟的愿望十分迫切。安倍表示，日本需要建立搜集海外情报的机构，我们应该加入这个组织。而基于这种目标，日本与五眼联盟之间打得火热。自2022年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和军方多次与日本进行了情报共享。围绕日本入盟一事，英国首先表明态度，肯定日本的加入对五眼联盟来说利大于弊。澳大利亚方面也表示，就利益和能力角度，日本是第6位五眼联盟成员的最佳人选。在得到英澳的肯定后，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曾很自信地说，日本根本不需要通过各种复杂的流程，只要搬来一把椅子坐到他们身边，我们就会得到认可。
然而事实却不容乐观，日本至今都没有被吸纳为正式成员的迹象，这是为何？从现实来看，阻拦在日本与五眼联盟之间的至少有3重阻碍。首先，日本的情报体制建设远远落后于我国，短时间内无法融入五眼联盟情报体系。日本情报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一直是饱受诟病，情报系统和活动能力尚不成熟。目前，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内、警察厅、防卫省情报部等主要情报机构仍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甚至就连同一机构下的各个部门也有情报互不相通的情况。即便在国内，日本尚且不能做到情报统一和共享，又谈何对接国际社会？2020年9月，菅义伟上台后曾力主打破情报机构之间的重重阻隔，但受限于全球疫情、经济乏力等情况，日本情报体制领域始终没有迎来大规模改变。总体看来，日本情报体系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短板，僵化的体制、落后的制度，使得五眼联盟根本看不上日本。其次，日本情报体系建设改革困难重重，存在国际和平主义规范的制约。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战后被强制通过了塑造民众和平仪式的宪法，再加上军国主义曾带来的惨痛记忆，日本国内存在很大一股力量，对特高等情报机构存在排斥心理，认为这种组织的存在是对民主和自由的践踏。所以，日本很难诞生类似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这样的情报组织。基于这个角度，日本短期内不仅无法搭建起完善互通的高等级情报体系，甚至就连推动情报制度改革建设都不现实。而在成功迈出改革步伐之前，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无异于痴人说梦。最后，五眼联盟内部对于是否吸纳日本同样存在一定分歧。目前，该联盟的框架是以美国为主，4国为辅。一旦日本成为成员国之一，如何定位新成员在原有体系中的地位和利益诉求，将成为一大难题。作为排名前列的世界强国，日本的综合国力在联盟内部仅次于美国，且国内战略自主呼声极高。如果将日本的情报体系和战略抉择置于联盟之下，日本人是否会心甘情愿？如果日本成为联盟内部除美国之外的另一利益极点，其余4国又是否会乐意？因此，日本入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倘若日本入盟的代价是5国内部的利益与共识分化，他们自然要慎重考量。除了以上3重重要阻碍之外，日本入盟还存在一些小的制约，比如语言和文化问题。虽然日本一般意义上会被归纳为西方国家，但其亚洲国家的身份无法改变。日本距离5国位置较远，在文化与语言上与联盟存在较大分歧。仅凭这一点，日本就很难顺利融入5国情报体系。再者，如果五眼联盟接纳了日本，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要加入，到时该怎么办？一旦放开了这个口子，西方世界各国都会闻风而动，谋求成为情报体系的一员。毕竟谁都不想成为被监视的一方。届时，5个国家监视全球的局面就会崩塌，五眼联盟也会沦为一个普通的西方世界情报共享体系，失去英美组建该联盟的初衷。综上考虑，日本加入五眼联盟一事仍然遥遥无期。五眼联盟本质上就是一个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家通过监视、情报共享手段为自己谋利的间谍组织。站在5国的角度，日本的到来的确能填补一定情报空白，但日本的加入同样会分化其内部的利益与共识，甚至引发一连串共振，迫使联盟不得不向欧洲国家敞开大门。届时，五眼联盟的意义就不复存在。因此，五眼联盟拒绝日本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利益将受到损害。只要这种情况不变，日本人无论如何跪舔五眼联盟，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务造假案件。美国最大能源公司安然公司的几名高管被美国检方以洗钱、金融欺诈、非法操作股票等98项罪名一并起诉。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和财务公司在本次事件以后彻底倒闭，就连美国总统小布什都不得不站出来就这起案件发表看法。那么，这起财务造假案的主角到底是什么人呢？这桩案子又为何会给美国社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呢？1985年，肯尼斯莱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对2家原有的公司进行了整合。从此以后，影响美国社会的能源巨头安然集团就登上了历史舞台。1991年，借着苏联解体的历史机遇，肯尼斯莱在美国社会上实现了电力、天然气、自来水等资源的整合。彼时，国际上的多家能源公司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肯尼斯甚至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了海外。1992年，光是天然气项目每个月就给肯尼斯和他的安然集团带来了超过 1.8 亿的营收，这让美国商界的不少从业者感到目瞪口呆。但肯尼斯和一般的美国资本家一样，在赚取到大笔资金以后，他也将自己的眼光瞄准了政坛。此时，国会里的议员早就已经被他给买通了，任何针对安然集团的提议都不会被通过。
不过，由于安然集团的影响力实在太大，美国政府也不能光明正大的支持肯尼斯的暴力买卖。于是，在肯尼斯和一众国会议员的操纵下，国会还是装模作样的制定了一整套所谓的能源行业规范条款。这一系列的条款其实是将安然之前的暴利给合法化了。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安然是一家盈利状况颇佳的企业。从华尔街的资本大鳄到普通投资者，大家都在争相购买安然公司的股票。经过无数股民的疯狂抢购，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很快就在3年之内上涨了311%，连当时的不少国际投资者也跑到美国来购买安然公司股票。2000年，安然公司的市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83.13亿美元。财富杂志更是因此将安然公司称作是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公司。一时之间，各种关于安然公司的商业传说开始流传，无数的访谈节目和出版社也对肯尼斯来伸出了橄榄枝，大家都想看一看安然公司成功背后的秘密。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肯尼斯已经在美国的股市里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旦他将这颗炸弹引爆，整个美国股市瞬间就会哀鸿遍野。在通过股市获得大量的融资之后，肯尼斯就开始了自己疯狂的扩张计划。或许是每一个资本家的内心都有一个构建商业帝国的梦想，而这样的举动也为肯尼斯和安然集团敲响了丧钟。首先，肯尼斯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娱乐业，他出大量的资金收购了加州的几家娱乐公司，开始在新的市场中逐渐发力。但由于新的公司还没有什么起色，肯尼斯也没有将这项投资公诸于众，因为对于他来说，只要股票市场上的资源还没有彻底枯竭，自己就还有机会实现目标。然而，上帝不会屡次眷顾同一个人。当肯尼斯在能源领域创造出了金融奇迹之后，他立刻就在娱乐产业上跌得鼻青脸肿。由于肯尼斯在娱乐产业中的投资屡屡碰壁，他不得不从安然公司的账户上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替自己堵窟窿。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甚至有可能涉嫌违法，因此肯尼斯只能选择将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并让另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帮助自己做假账。而替安然公司做假账的会计事务所安达信也是在美国业界广受好评的一家财务机构。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安然和安达信居然能够联起手来欺骗市场上的投资者。但是错误的投资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源源不断地吸纳着肯尼斯个人和安然集团的资金。即便是安达信的会计师们再厉害，也终究是瞒不住这个事实的。2001年8月，实在走投无路的安然公司选择引爆自己埋下的雷，一时之间，全美国的股票市场一片哀嚎。接下来，安然公司的股票就开始了一路狂跌。2001年8月23号，安然的股价还有90美元，到了2002年1月，这个价格直接跌到了0.1亿美元。那些手中握有大量安然公司股票的投资客瞬间倾家荡产。多家金融评级机构也将安然公司的股票评为了垃圾股。不过，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安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没有挽回的能力了。大家基本上都在准备平分公司的财产，以求减少损失。至于那些在股市上被骗得倾家荡产的投资客，根本没有人在乎他们究竟损失了多少钱。由于安然集团的案子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就连美国政府都不得不出面就相关的情况进行调查。一时之间，所有的媒体都对美国政府的调查工作投来了关注的目光。人们都想看看美国政府究竟会如何处理肯尼斯和他背后的安然集团。一旦这起案件的处理出现了问题，整个美国的金融市场都会为之震动。所以，几乎所有的压力都聚集到了美国政府和相关审讯人员的身上。2006年1月，在整理了一系列的证据和证词之后，针对安然集团和安达信公司的审讯工作终于拉开了序幕。但审判开始之后，人们却见识到了美国司法部门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在走进法庭之后，安然公司的高管们干脆利落地拿出了自己的辩护借口。当初与公司相关的财务亏损是内部机密，因此大家有权选择不对外公开。而且安然集团本身的运营并没有存在重大的隐患，这家公司的盈利状况依然非常可观，只是资金被违规挪用了而已。所以安然公司的高管无法被判定为存在非法操纵股票的行为。另外，安达信公司也出示了一整套的证明，表示肯尼斯的业务是通过另一家公司进行的，也就是说，他虽然挪用了安然集团的资金，但却并没有以安然集团的名义进行投资。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肯尼斯个人的一次投资失误，根本不能够达成给整个安然集团管理层定罪的要求。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美国的司法制度具有非常浓厚的谈判色彩，我被告人或者被逮捕人与执法机关进行谈判交代一些他们尚未掌握的细节，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获得轻判。如果被告的一方能够检举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名被告还可以获得被举报者涉案数额的5%。许多作恶多端的资本大鳄都是依靠着钻法律的漏洞全身而退的。而且，由于安然集团在美国政坛中广阔的人脉圈子，在相关的案件被揭发出来之后，美国的各路政客都纷纷开始出来为安然集团站台，甚至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都被问到了有关安然集团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政坛上下也选择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应对方式。他们表面上并没有对安然集团和这个集团的所有高管做出任何回应，但暗地里却偷偷的向法庭施压，要求他们对这起案件从轻发落。因为安然集团是不少美国共和党籍政客的幕后金主，如果安然集团彻底破产的话，将直接影响到共和党在国会乃至总统大选中的得票率和竞选资金。这对于当时出身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受到投资损失的也不全是一些普通的投资客，这些人也不肯轻易放过安然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他们的推动之下，这起案子直接被送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可是，正当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审判的结果时，法院却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审判结果：所有安然公司的高管平均只获得了10几个月的刑期。这些人大多数在交完保释金以后，都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庭。当然，为了平息当时社会上的负面舆论，美国政府还是对这些安然公司的高管判处了一些罚款，而令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公司也彻底宣告破产。不过，当这个判决结果被公布在世人的面前时，一部分美国人也已经感到见怪不怪，因为像这样政商勾结的闹剧在美国实在是太常见了。安然公司必定不是第一个因为财务造假而暴雷的公司，它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让美国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公司。只要资本与政客相互勾结的闹剧没有停止，这样的悲剧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悲哀的地方。当贪污和欺骗被民主的外衣包裹成了合法的行为，普通人只能在无边无际的炼狱中痛苦的挣扎。